什么？你们人呢？家里一个人都没有。你在家吗？对啊，一回来黑漆漆的。你们都去哪儿了？你等着，我来找你。师傅呢？师傅，你在游镇？外面有人。是个女人。猎豹。猎豹。木代，躲起来，或者赶紧跑。他厉害吗？若人怕是走不了了，只能打出去。听我的，别挂电话，先发制人，下狠手。方太有枪。嗯。若人，我打不过他。木代，木代，木代。No. Things have been very good. I will be thankful to you. It was really foggy last night, and the mountain road was hard to navigate. I couldn't find your little angel anywhere. But you've been very cooperative and cleared the place. Everyone out in a day. 你如果敢动他，我一定会杀了你。No. I can't wait to see you. Hmm. 我师傅呢？哼，死了。师傅说，这里的山川水泽，很久以前有高人做局，形成了一个天然的迷宫。跟着银眼蝙蝠，路就不会错。你今晚进去，明天晚上出来。我和师傅，还有师傅的师傅，这一生都止步于第一道门。只有报信人带来钥匙，才能打开第二道。
如果你这一生也没有等到，记得收一个稳妥的徒弟，把这件事儿交代下去。戏不错。骗得我一愣一愣的。下次你在撒谎之前，记得先把屁股擦干净。这手机是你的吧？你给我好好看看，好好看看。不瞒你警官，这个视频我看了好久，我把它下到手机里，就是为了随时可以看。每次看，每次我都开心的要死啊！那你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这个视频是有一天在我的邮箱里突然发现的，我也不知道是谁发给我的。我回复了对方，对方没有回消息了。你们可以去查啊。卡。跟我在这编故事。等等等等等等，我刚才生气是因为他骗我，所以才对他动手的。我向你道歉。真要说起来，人家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心爱的女儿缇娜，如花似玉，被吉拉羽这个杂种给害了，又是自杀的。法律根本没有办法惩治吉拉羽。换作是我，如果我不是警察，我也一定会想办法去找吉拉羽报仇雪恨的。就算他跑到天涯海角，我也要找到他。吉拉羽他是罪有应得，但你撞死的那个中国人，他是无辜的，对吗？根据我们的调查，吉拉羽根本不是他杀的。因为我们有他明确的不在现场的证明。你撞死的是个无辜的人，他和缇娜一样，他们都是无辜的受害者。他的父母来过了，他们和你一样。也只有这一个孩子，因为你，他们白发人送黑发人，和你一样，也要孤老余生。不可能，是他杀的，就是他杀的。他和我说好了，他说他是吉拉羽的房客。他帮我杀吉拉羽，然后我再撞死他。
如果他要自杀的话，他有100种方法。就是，他说，他早就不想活了，他想自杀，怕父母同学接受不了，所以才让我帮他把他撞死，这样还能给他父母留下一笔赔偿金，懂吗？我是在帮他，这个视频就是他发给我的。听他出事之后，季来宇就跑了，我把工作也辞了，到处找这个人渣。5年前，我听人说季来宇到了曼谷，我也跟到了曼谷。这5年来，白天我找遍了曼谷的每一个角落，晚上曼谷所有的夜市我都打过零工。干什么？对不起，真是对不起，看错人了，对不起。哎，你在干嘛？慌什么慌张？对不起啊。我是让你来打工的，啊，不是让你来捣乱的，快点捡起来。同时，我还把他的照片放到了暗网上，悬赏他的下落。可是5年下来，我始终一无所获。我担心我快坚持不下去了，我已经做好了去找缇娜的准备。直到1个月前，有一天，一个人在暗网上联系了我，传来几张季拉宇现在的照片，我惊喜万分，请他告诉我季拉宇的下落。他说让我先等等，他会再联系我。后来我不断地催问他，他又给我发了几次季拉宇的照片，但还是让我等。直到5天前的晚上，不知道为什么他又联系我了。他说他会帮我杀了季拉宇，现场会做成意外中毒暴毙的假象。作为交换，他让我帮他自杀，但看起来会是一场车祸意外。这样我们2个就各自完成了心愿，又都没有任何嫌疑了。我同意了。他说他会把杀死季拉宇的过程录下来发给我。我确认无误后，第2天中午11点半，准时开车到阿里区素材一街第4个行人斑马线。到时候我会看见一个身着黑西装，手里拿着一束白菊花的人，那个人就是他。
我们重新审讯了撞死刘小雨的那位司机问人。吉拉雨当年害死了他的女儿。什么？问人交代，刘和问人在暗网上交易，刘帮助他杀吉拉雨，他帮助刘自杀，所以他撞死了刘，交换杀人。喂，今天不可能，我不相信刘会杀人。很遗憾，我们已经掌握了所有刘和问人的聊天记录。那这些聊天记录可以发给我看看吗？很遗憾，不可以。哦，对了，根据泰国的法律，嫌疑人死亡之后不能再追究任何刑事责任。但是因为刘是被撞死的，所以他的家属可以向肇事者提出民事赔偿。我会推荐一个律师给你，到时候你可以和他一起帮助刘的父母一起处理这件事情。好啊，谢谢你。但是我相信，刘不是嫌疑人。要不这样吧，我等会发个东西给你，你好好看看。警长，请过来一下。我马上发给你，先这样吧。一，凶手熟悉蜜蜂的习性；二，凶手知道死者是红绿色盲，分不清红色和绿色；第三，凶手知道死者最近是被蜜蜂蛰过。这3点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凶手对死者是非常的熟悉，或者是认真研究过。第4点呢，凶手在林梅蜂房出现过，并没有惊动任何人。第5点，我推测，我只是推测啊，死者死得这么惨，那么凶手对死者仇恨是非常大。尸体的解剖结果呢，也证明了景天的判断，死者呢也是因为蜂毒超敏反应死的。这几点基本上可以给凶手画像。第1点不好说，但2、3、4点，我觉得最符合的就是死者的新婚妻子孔雪了。啊，可能第5点也同样符合，只是咱们还不知道而已。毕竟以死者的年纪，都给他当爹的了。你这是偏见。他倒是有可能。不过你们的这个思路啊，就是属于抖机灵的思路，这是偷懒的思路啊。听今天孔雪的语气啊，他好像并不确定知道死者是红绿色盲啊，但是他可以装不知道嘛，对吧？那倒是。哎，所以啊，我们询问了一下蜂房的工作人员，他们说至少前天在这个帐篷里的照明灯还是用红布裹着的。是一个工作人员呢，还是几个工作人员背靠背说的呀？我们要连这点都不知道，我们就别跟人家干了。3个背靠背都这么说，所以我们把前天和昨天在蜂房当班的全部工作人员，以及这2天民宿的全部客人，啊，都列了一个名单。大约多少人？不到20人，加上孔雪。啊，当然，咱们排查范围肯定要比这个名单大。我们正在排查这2天没有留宿但出入过这里的人。哎，蜂房里边有没有监控？有，但都是对着死者那些蜂巢雕塑作品的，而且视角都很窄，应该只是为了死者方便观察蜂巢进度的。另外，办公区和民宿的监控录像还在排查当中，是吧？是的。我发现你们有时候这个抖机灵的思路还真是条思路。那当然。所以啊，我们已经把孔雀请回来了。这偷懒啊，是人的本性啊。行，人都来了，你们俩跟我去会会他啊。行，这边请。
请喝水。谢谢。这么晚了，把你给请来，辛苦了啊。不会，不然我在家也睡不着。那个地方，现在也没有办法待了。我准备等案子结束以后就把它卖了。据你所知，你先生得罪过什么人没有啊？得罪过什么人？他在朋友圈里还是挺受欢迎的，他的作品在客户圈里反响也不错。要是非说得罪什么人的话，我倒是听他朋友说他挺爱出风头的，不过也不会因为这个杀人吧？他怎么个爱出风头法啊？搞艺术的嘛，创作就是为了表达，为了表现。我觉得爱出风头很正常，不然搞什么艺术呢？对。哎，那你也是艺术专业的？我是园林设计专业，算是林业和艺术的跨界。您现在在给您先生做经纪人？是。你们是在怀疑我吗？我们怀疑在现场出现过的每一个人。那你们唯独不应该怀疑我。他是我的新婚老公，我是他的新婚妻子，我们才刚刚登记，连酒席都还没有办，我为什么要杀他？酒席办不办不重要，登了记就有法律关系。他死了，他又没有直系亲属，存款、艺术品，包括林梅凤房的都是你的了。酒席也省了。你这刚毕业就结婚了，确实着急了点。我想你是不太了解现在的新婚姻法吧？大学期间就可以结婚。年轻就是好，可以随时开始新生活。真是可笑，就因为我们是老夫少妻是吗？你们警察现在都这么庸俗吗？在案子没有侦破之前，我们警察有怀疑任何人的权利，包括你。这说话注意点分寸啊！疑罪从无，忘了？是，不好意思，姑娘。其实我们对大家伙的私生活一点都不关心，除了跟案件有关系啊。今天请你来呢，也是想了解更多的线索啊，能够帮助我们呢早日找出谋杀你先生的真相。除非你不想。你这年轻小伙子说话也没个轻重的啊，不好意思。姑娘，你再好好想一想，你先生真的没有得罪过什么人吗？搞艺术的嘛，这个情感经历会比别人更丰富一些。那怎么个丰富法啊？欠了很多风流债啊？算吧，我也是跟他好了之后才慢慢知道这些的。不过他毕竟比我大这么多，跟我在一起之前的事情，我也不想计较了。哎，那你跟他好之前有男朋友吗？这个你们也要管吗？不是管，是了解。有。他叫李月，是我的大学校友，比我高3年级。不过我们分手之后就没有再联系过了。分手多久？半年多。半年多也没有多久嘛。您是色盲吗？我不是。那您跟这个李月说过林梅峰是色盲吗？我忘了。再想想。我真的忘了。你们怀疑他？跟您说了，我们只是了解一下。姑娘，那作为你前男友，你觉得他是不是你先生得罪的人呢？真拿你们这帮钢铁直男没办法。那老夫少妻怎么了？这种事情多了去了。再说了，老夫少妻就没有真感情了，偏见。你啊，
就是传说中的窦德表。李小娇，不对，还在呢。我们这不也是为了工作吗？要不然谁愿意了解他那点私事啊？不拿干眼睛里。没事吧？没事。这叫什么？这叫井无压力不出油，人无压力轻飘飘，你懂吗？哎，我跟你们说啊，我觉得啊，孔雪这条线还真算个捷径，最起码给咱们提供了情杀的可能性啊。所以你们下边的排查呢，重点要注意和死者以及孔雪有过男女关系的人，尤其是这个感情经历这么丰富的死者啊。哎，对了，在第5条后边画个括号，写上情杀。一会儿你吃完赶紧写。哎，对了啊，还有啊，排查的时候要注意你们的方式方法，不要给别人的家庭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啊。明白明白。恭喜你啊，都干上私家侦探的活了。你别美，这活你也得干。要咱们就从李月开始入手，都查，把刘志一块带上啊，齐头并进啊。喂，能吃？没问题，让他上来了啊。好，我肖哥，你兄弟来了。快几点了？在这干嘛来了？我去接他。行。交换杀人啊？玩的够高的。晴天，那你是怎么想的呢？我还是坚持我一直的判断，师兄他不会杀人的。那他不可能是自杀吗？这个我不好说。那你真的很了解你的师兄吗？您不相信我？那你相信你那些泰国警察朋友吗？景天，你看啊，如果按照你所说的，警察掌握了全部的聊天记录，还有死亡视频，那我觉得你应该调节一下你自己的心态了，那就需要得面对事实了。我就是想和您说这件事情。我师兄他是中国公民，所以不管他杀没杀人，他的死毕竟不是意外，他是被人蓄意撞死的。所以我在想，我们能不能申请2国联合办案？这样那些聊天记录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景天，你先听我说啊，不管最后的真相是什么，只说明一点：你师兄的死并不是因为你来到他的身边，也不是因为你倒霉体质造成的呀。所以说，你不要太内疚，更不要去钻这个牛角尖儿，这根本就是2码事儿。景天，算了，你们不帮忙就拉倒，这件事情我自己想办法。景天，你这景天，景天，我送他，送到住的地方啊。韩景天，不是，这样，你去查一查，跨国联合办案都需要哪些手续？是。经理，哎，来了。怎么就你一个人啊？马里奥呢？他先走了，我们现在2班倒，白天是他，晚上是我。他这是约会了吧？白天上班，晚上谈恋爱？没有，最近实验室找来的人很多，包括很多外地的同行。他晚上基本上都在跟同行们碰其他案子的案情。这其实是好事儿，说明我们搞的这个专业越来越受重视了。那确实是好事。哎，我那些教室搞出什么名堂没有啊？还没有。查。我觉得你可能还是不太了解法医昆虫学。那我肯定
没有你和马里奥了解了。别动，小心有毒。是逗我玩呢？这些便携潮解瓶里面装都有氰化物，都是标好号登了记的。真的？昆虫在缺氧的环境下慢性死亡，会分泌出大量的体液，会破坏它们的完整性，不利于观察。把它们装进这些小瓶子里面，将它们快速杀死，反倒会更好保存它们的形态。看来我对法医昆虫学确实不太了解。法医昆虫学主要研究的是节肢动物与尸体之间在尸体腐烂期间发生的各种相互作用，以此来推断死亡时间。这具烧焦了15年的尸体，用马里奥的话来说，已经是几节木炭了，所以法医昆虫学对于它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懂了。你为什么那么执着于这具尸体啊？这是当年我老爸在当探长的时候经手过的一起案。当时发现他的时候，现场很奇怪，除了一顶帐篷，现场什么都没有。这么多年来，除了知道她是一名女性，通过骨龄判断年龄大概在40岁左右，也就一直没有其他的信息了。她也成了我老爸的一个心病。每一次我去看她的时候，他都会跟我絮叨。我在想啊，怎么说他也曾经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活了40来年，我真的不相信他会一点信息都没有留下。他要死得那么惨，他一定在等着有一天，我们可以为他申诉。但其实我也知道，这都已经过了15年了。要是你们都没办法，那就真没办法了。过几天我派人把他运走吧。原来我们的想法一样，那你还是把他继续留在这儿吧。你不是说法医昆虫学对他没有什么作用吗？也许法医人类学可以，我想试一试。你说的对。他死得这么惨，我们一定要帮助他。那我就不搬了。本来也没说让你搬啊。好。马里奥什么时候回来？他一般回来都挺晚的。那我们走吧。不等他了。不等了。那家咖喱蟹每天就这么几份，晚去的话一下就没有了。哇，听着就很好吃啊！那我换个衣服，马上走。走吧。嗯。尝尝。嗯。老白。Hello。好啊。赵。真厉害！我跟你说，吃的这方面我来推荐肯定错不了。哦，听你先说了。多吃一点啊。嗯。吃饱了跟你说点正事。不用吃人说正事儿。是这样的，你还记得撞死刘小雨那个司机吗？记得啊。他的女儿也算是吉拉雨害死的。他和刘小雨在暗网上接上了头，刘小雨提出帮他杀吉拉雨作为交换，他帮助刘小雨自杀，所以他才会在那个时间出现在那个地方撞死了刘小雨。确定吗？我们已经拿到全部的聊天记录了。那你和景天说了吗？说了。他怎么说？他依然坚信刘小雨是清白的，但他跟我要了聊天记录，你也知道这是不允许。所以我才会来找你，我怕景天他胡思乱想，会不会过于偏执，不太……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不早说啊？你不用请我吃饭，你可以说啊。他是我男朋友，又不是你男朋友，真服了。
那我这顿饭是不是白请？秦玲。喂。你在外头？哦。小肖哥送我回师兄家了。哦，那就好。你也在外边？我和瓦拉里洛在外面。啊，我猜到了。哎，对了，我问你件事情啊，你能看到那些聊天记录之类的证据吗？不可以，就算我可以看，也不能告诉你。嗯，我明白。景天，你先不要着急。我没有着急，也没有激动。我问过师兄的父母，他们说压根儿从来没有听师兄说过在泰国买保险的事情，在中国也没有，所以我觉得那个司机很有可能是在说谎。是，但是有可能是他虽然没有买，但是他为了说服问人才这么说的。可能，我只是说可能啊。景天，你就那么相信师兄啊？嗯。我能感受到师兄这段时间一直过得挺挣扎的，但他也很坚强。我感觉他心里有很多很多的话想要说出来，所以我觉得他不会自暴自弃的。不管怎么样，景天，你一定要调整好心态。我们现在都很担心你。你们都放心吧，我没事的，我的心态很好，而且我现在的心态根本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还师兄的清白。那就好。景天，你千万不能出什么事儿啊，不然我可以申请回国陪你待几天。不用了，真的不用，你就放心吧。在为师兄搞清楚真相之前，我是不会出事儿。就算事情搞清楚了，你也不能出事儿啊！别忘了，你还要带我去看月亮的偏正光呢。你还要带我去我们想去的地方呢。偏正光我们看不到，只有圣甲虫才能看见。我不管。好，我这边有小乔哥他们呢，你要照顾好自己。你也放心，马里奥和瓦拉里洛会照顾我的。好，早点休息。好，拜拜。他怎么说？他说他没事儿，他现在最关心的是刘的清白。他觉得刘还有很多心里话没有说，是不会自暴自弃去自杀的。那祖宗，你能告诉我咱到底要去哪儿吗？去师兄家。不是你师兄家，你师兄家，你给我个地址啊！我这绕了半圈，这对不起，我忘了，我给你导航啊。你快点的。曹稀碎，我。李院儿，啊，你是李院儿？警察，跟我们走一趟。说这，像样。1, 2, 3, 4, 5, 6, 7, 8。走，抖起来，抖起来，抖起来。哎，
1 2，再来，注意自己的眼睛。1 2，抖起来。好，再来一遍。3 4 5，眼睛。哎，走，抖起来，抖起来。哎，对，抖起来。2 3 4 5。同学们，咱们今天的课就到这儿。有什么问题，咱们在线上交流好吗？好的。大家辛苦，再见。刘老师，再见。什么叫感情经历丰富？他就是道德败坏，乱搞男女关系，彻头彻尾的一个渣男。你们两个喝茶还是喝咖啡啊？谢谢刘阿姨，我们就不喝了。叫什么阿姨呀？叫大姐。是，她年龄小，叫姐姐。不好意思啊，姐姐。姐，我也先不喝了，咱们先聊正事儿。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我们调了一下她手机里的聊天记录，我们把聊天记录中暧昧女性的对象列成了一个名单，您是其中时间最早的一个。他是怎么死的？算是被蜜蜂蛰死的吧。我之前在手机上看到过一群蜜蜂围着他转的视频，装神弄鬼的。您看，是这个吗？是啊，就是这个。你说他用这套把戏，不知道骗了多少女人，还天人合一。这下看，老天爷收了他吧。您知道林梅峰是色盲吗？知道啊，红绿色盲。我们刚认识不久，我就知道。我涂的红指甲油，他非要说是灰绿色的，连红绿灯都分不清，所以他从来不开车。那您还知道他其他什么事儿吗？唉，这个林梅峰的故事啊，还真挺励志的。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搞这个室内装潢的，心气儿高，想搞纯艺术。当初我都劝他了，你一个红绿色盲，搞什么纯艺术啊？可他不甘心啊。10几年下来，还真成了雕塑家了。他那些蜂巢雕塑，我去看过，实话说，还真苍拙，分不清他是红绿色盲了。这怎么说呢？他这种搞法，我觉得就跟他做人一样。鸡贼。让开！让开！别停！继续！你跑你的，你别管我。真不是我干的，不是你干的，你跑个溜啊！啊！让，反正不是我干的。行了，咱俩找个暖和的地方，慢慢聊。来。林梅峰在感情上和他做人做事一样鸡贼。他在勾引女人之前都是盘算好了的，哪些女人容易下手，成本又低又容易脱身。后来我发现啊，他一直对有妇之夫下手，他对女人很有一套。关键是，他让你感觉你就是那个最特殊、最有魅力的。可是事后你发现，他都
都是为了骗你上床。这些女人还蒙在鼓里，以为自己遇到了知音，遇到了爱情。等你一旦动了真情，她就开始对你若即若离，开始准备脱身。哎，你们年轻人可别学他啊，是要遭报应的，看到没有？他可是遭了报应。是，我们俩是那个老实人，老实孩子，老实。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刘姐，您一直还和他有联系吗？没有，你们不是看了聊天记录吗？我跟他分手就断了联系。其实说实话，我那个时候有丈夫，就是没孩子。我也想着跟他真心过来着，可谁成想，这隔三差五就有人打上门来。后来我细品，你说他这个人是不是极度的自卑？他把勾引女人作为他的战利品，作为他保持自己的自信。那您丈夫还在？在国外，我们俩离婚，他就出国了。那您就没再找啊？找什么找？男人都一个德行。你们俩老点儿，也一样。那孩子呢？刚才不是说了没要孩子，这一个人，不是挺好吗？是，潇洒。我还不是最惨的那个。我听说，有的女人因为他自杀，有的女人因为他出了车祸，搞得家破人亡。你们说，这个林梅峰，他是不是死的活该？省得留在人间继续祸害。这么要命？还真看不出来啊。活该。怎么样？这屋还算暖和吧？给你拿条新的。谢谢。说吧，都哪件事不是你干的？哪件事都不是我干的。那你还跑？看来孔雪都跟你说了呗。是，孔雪是跟我说了，这老林头是个色盲，那也不代表什么都是我做的呀。人家才多大就叫老林头？那他跟我比是不是老头？这么嫉妒恨人家，还说不是你干的？老话说得好，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共戴天。那是您的认知，我就觉得这么肤浅的女人夺走就夺走了呗。再说了，这一周我都在出差，我哪有时间作案呀？不信你们查去。我们会查，不用你管。哎，你觉得孔雪跟这个老林头感情咋样？感情啊？他哪来的感情啊？这老林头不就是个骗子吗？孔雪跟他比，那就是一小白兔，一骗一个准儿。我都了解过了，这老林头他就是个老色棍，到处骗炮，还不挑食，是个女人就行。我把他这些丑事啊，全都跟孔雪说了，聊天记录我也拿到了。可我怎么说他都不信，就像被 PUA 了似的，我能怎么办啊？所以你就杀了他？我没杀，你别总绕我行吗？你是农大毕业的，学的是农药环境毒理学专业，还这么恨死者，又知道死者是色盲，你说你没杀，你觉得我们能信吗？您这是诛心之论。反正我没杀，先拉倒。行，那你就再好好想想你杀没杀，有的是时间。想好了告诉我。你去哪儿啊？哎，我这还有工作呢。坐下，老实点。不是，我还得还房贷呢。我这工作新找的，我新找的工作。
经过这几天的走访，发现这个林梅峰就是个花爷，他这辈子在女人这块就没闲着。结合走访得到的一些情况，他死于情杀的可能性还真比较大，所以咱们选择这个方向作为突破口，相对靠谱。这几天我们可真是遭了不少罪。哎，几个大老爷们儿想尽各种办法套人家男女关系那点事儿，哎，有几个差点就要挠我们。说正事儿呢，刘志，赶紧的啊！我汇总了一下大家这几天的工作成果，按时间线大致捋了一遍曾经与死者有过感情纠葛的女性，除了死者的未婚妻以及前男友李月之外，又找出了10位建议重点关注的人选。哎，李月现在什么情况？还在羁押，正在核实他提供的不在场证明。刘志，你接着说。这10位女性中，除了这一位，其余的9位呢都有共同的点，都是在原有家庭存续期间与林梅峰有染，并且被发现之后呢，对原有家庭以及当事人的个人声誉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这3位现在已经重组家庭了，有的已经要了小孩，他们的前夫呢分别去了国外。这2位在事发之后不久就和丈夫举家搬离到了别的城市。经了解呢，家庭关系还是比较稳固的。这3位在事发之后就和丈夫离了婚，目前一个人生活，生活状况还可以。这位是因为交通意外死亡，孩子也跟着一起走。不过丈夫倒是没有重组家庭。最后这一位虽然是单身，但据说也是因为林梅峰而自杀身亡的。有什么共同点吗？有，除了2位已经去世的女性以外，没法了解，剩下的所有人都知道林梅峰有红绿色盲症。他们什么时候和林梅峰开始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的？最早的是10年前，最近的就半年前。不过这10年，林梅峰基本上都是同时不少于3名良家妇女有着关系，也就是说，这些女性和林梅峰在一起的时间，往往都是相互重叠的。看来这个林梅峰还真是不死不足以平民愤。哎，这2个过世的女性，什么时候出的事儿？大概是5年前。年前。哎，这样，你们大家伙呢有什么想法可以说啊？谁先说说？这样，哎，你不是说目前这个突破口比较靠谱吗？啊，那你先说呗。哎，从情杀的这个可能性考虑，第一，至少咱们现在知道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个原因恨他的，对吧？去世咱可以先放放，已经出国的很简单，查一下出入境记录就行了。第二，剩下的无论是单身还是有配偶的，都按照作案时间排查一下他们的行动轨迹，包括他们的配偶。第三，这么筛一遍之后，剩下的嫌疑人和现有的林梅峰房的监控视频比对一下，看看能有什么收获。另外，那个孔雪，我觉得还是不能轻易放弃，毕竟她同时具备情杀和谋夺财产2种动机，有可能。那按这么说的话，那很有可能是那个孔雪和李月合谋啊，完全有可能。哼，你们这一个个的还都挺明白的啊！来吧，开始干活了。那孔雪那儿开始布控。得嘞。你好，我是305。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五花马，千金裘，胡马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好事。宋教授每次跟我们聚会的时候，开心了就会跟我们吟唱这首诗。
他了。想通了，想通了。我相信啊，宋教授在天之灵看见我们有今天这样的成果，一定会非常高兴、非常欣慰的。好，来，咱们集体喝一个，为了大功告成，干杯！为我们的老师干杯！静之。小公公，太阳晒屁屁了，赶紧起床了。昨天聚会怎么样啊？两位老人挺好的吧？挺好的。你跟他们说了吗？说了。他们高兴吗？高兴。是不是觉得你特有眼光，没看错人呢？你开心吗，果果？我也开心。果果，我给你的承诺终于就要实现了。现在专利批下来了，公司也成立了，咱们的股权也明确了，马上就要投产了。明年我想给你和两位老人买一栋漂亮的大别墅，就像这个，看大到落地窗，外面的太阳唰唰晒进来。我想让两位老人过上幸福的晚年。还有一个决定，从明年开始，我不管再忙，至少要跟你有一次旅行，全中国、全世界。哪儿都能去的那种，好不好？1周前就运到了，就等你们来了。去，打开看看。像，太像了。果果。我听了你的建议，把之前的设计方案全给否了，不添加任何风类元素。还是果果的意见是对的。原来那个把教授临终前浑身落满胡蜂助力的方案，确实震撼和感人，但是呢，又确实过于哀痛了。不能再让他被胡蜂蛰了。就让他永远这么笑着，多好。是啊，怎么样，满意吗，果果？满意。这个事儿啊，大德做得特别的漂亮，整个昆研所还有全省的昆虫学界就没有一个说不好的。有关领导呢也非常满意，还说了，咱们这个就是尊师重教的典范。
大德，宋教授没白教你啊。是啊，唐教授，我们所里边这些老人啊，那都是交口称赞呢，都夸您呢。陈处长，你也跟着周浩开我玩笑呢。说实话，这件事情我真的只是提了一个建议，具体的事情全是周董在忙活呢。警长好，什么情况？你看一下这个，这是刘小雨房间放蚂蚁的培养箱吧？对，本来我们把刘小雨房间里所有的培养箱、培养皿，连同里面的蚂蚁，都送给刘小雨生前所在的那个国立科学院了。但是刚刚，国立科学院又派人把这个箱子给送了回来。为什么？你们看这里。 这是他们在整理收拾那些培养皿的时候发现的，觉得对我们也许有用，就没有再动，保持发现时的原样，给咱们送回来了。手套给我。写的是什么？不知道。你不是华裔吗？这是论文，很专业的论文，懂吗？我只知道，这上面写的是中文。废话，有一个人肯定知道。对啊。 就是这个。这是一篇昆虫细胞工程学的论文，应该是和鳞翅目昆虫有关。宋柏清，完成时间是在7年前。刘小雨把它埋在蚂蚁培养箱的沙层里，他很显然是在保护，甚至在隐藏这篇论文。 我想起来了，难怪师兄会那么说。这么多蚂蚁，为什么不放在实验室呢？放在家里，万一跑了怎么办？就是怕他们跑了再放家里呢，睡觉都得看着他们。景天说的对，师兄一定还有很多话还没有说。
我会把刘小雨留下的所有遗物重新再检查一遍，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好的，这个我会发给景天，也许对他更有帮助。这我可没听见啊，我什么都没有听见，我只是过来请你帮我翻译，翻译完之后你尽快给我归档吧。你长得帅，你说的都对。走了，拜拜。哎，这个，你帮我跟景天说一下，我已经帮刘小雨的父母找好了律师，他们随时可以向问人提出民事赔偿。好的，谢谢。走了。拜拜。像我跟你说，你一来，文慧姐真的特别高兴，明显能看得出来。虽然她还是把你认成你老爸了。只要他能高兴，是谁都不重要。哎，对，是这个意思。小迪，这段时间确实辛苦你了。你这话说的，我哪天不辛苦？哎，等我休假了，我带上我几个小姐妹一起去泰国看你，怎么样？好啊。好，就这么约定了啊。哎，等一下啊。好。喂，我来看文慧姐了。刚才吗？多少页啊？好，那你给我发过来，啊。哎，小迪，我有点急事儿，我先走了啊。好，那我不送你了，好嘞，好吧，拜拜，拜拜拜拜，等我去泰国看你，拜拜。景天，你知道我之前跟宋教授的研究方向对吧？昆虫杆状病毒重组。之前杆状病毒在鳞翅目昆虫之间复制的最大问题就是滞后性。但是根据宋教授的发现，制造出来的生物杀虫剂可以完成在鳞翅目之间的快速复制，而且不会伤害哺乳动物，既有效又安全。这吧，没事儿。快姐，下次记得工作的时候不要把手机放在身上。知道了。喂，景天。哎，宋教授的这篇论文我看了，简单来说呢，就是他发现了一种通过插入外源基因增强病毒独立来进行杆状病毒重组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生产出来的杀虫剂，应该会是革命性的。那他为什么不发表呢？这就是问题所在。宋教授没发表，也可能是没来得及发表。但为什么师兄不但没有发表宋教授的遗作，反而把它藏起来，还藏得这么隐蔽？师兄的心理疾病会不会和这篇论文有关？不知道。不过师兄只是说，这种杀虫剂一旦投入使用，很可能世界上的蝴蝶就都会灭亡的。这么严重吗？类似这样的话吧，具体的他也没说。因为这个就不发表论文了吗？不知道。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那句话，既然师兄有这么多的秘密，他就绝对不会轻易自杀。你这么说我就理解了。所以我想请你帮我个忙，你帮我跟瓦拉里洛说一下，他不是已经掌握了那个问人和师兄在暗网上的全部聊天记录吗？你让他留心一下师兄和问人每次联系的时间，你应该还记得吧？师兄每天晚上11点都会服用右佐匹克隆，而且他还是个准时先生。好，但是你为什么自己不跟他说呀？我懒得理他。你们俩还在闹别扭的？谁让他不相信我的？金玲，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一定要帮我落实。好，放心吧，拜拜。拜拜。
陈处，陈处，哎，今天你小子回国了也不赶紧来看我？啊，我在师兄家陪了父母呢。对不起啊，陈处。他父母的状况还好吗？不太好。是啊，人生的4大悲之一啊，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搁谁也受不了。哎，陈处，您和师兄接触的时间比我长，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好孩子，单纯、勤奋、努力，还特别善良。那您知不知道他有没有什么心理方面的问题，甚至心理疾病呢？这倒没听说。小雨这孩子，说直白一点，那就是典型的没心没肺。你这样的孩子，你要说他有什么心理疾病、心理问题，反正我是不信啊。哎，对了，沈叔，等一下，我给您带了个礼物。嘿，这臭小子！我要不说帮你，是不是你这礼物还不给我了？你没有，刚才见到您激动给忘了呢。那宋教授的死对师兄的打击应该挺大的吧？大，特别大。宋教授刚牺牲的那几天，他是整天不吃不喝，精神也恍恍惚惚的。宋教授啊，他不光是学问好，人也好，他不光对刘小雨好，他对他那几个学生都一样。你像唐大德、周浩、何敬之，都好。哎。好到把自己的命都搭上了。宋教授带的这些个学生啊，他真是特别优秀，还特别抱团儿，互相关照。这次他们从泰国回来办的这个加农公司，那要是投产了，那在全国都是数得着的。你看，专利是唐大德的，资金是以周浩为代表的外资嘉迪集团，唐大德是咱们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周浩是总经理，这叫兄弟伙儿。那何敬之呢？他是咱们省农科院的院刊的编辑，你别听这个名字无职无权的，那可厉害。咱们所里边谁要发个核心论文什么的，都得找他啊。明白了。哎，那也就是说，其实李果姐算不上是宋教授的亲学生，是吧？她小，再说她也不是相关专业的，她就是单纯的喜欢宋教授，这叫单恋。李果姐单恋宋教授？啊，你不知道？我还以为你知道呢。我们所里边的老人啊，都知道这事儿。那可是后来才跟了唐大德。哎，原来啊，这个李果是喜欢宋教授，唐大德呢喜欢李果，何敬之又喜欢唐大德，周浩又喜欢何敬之。啊，够乱了吧？宋教授牺牲以后啊，李果也是好几次要自杀呀。这唐大德就天天陪在他身边啊，那是不眠不休啊。后来为了让李果走出这个伤痛，唐大德干脆就接受了泰国的邀请，这样就带着李果和刘小雨到了泰国。估计啊，李果也是被唐大德感动了，所以才走到一块儿了。可是这样一来，那何敬之又难过了，周浩啊，又像唐大德对李果那样，天天陪着他。这一来二去啊，他们俩也走一块儿了。嘿，这都是3年前的事儿了。后来呀，周浩跟何敬之又离了，估计啊，也确实是走不下去了。要么的话，那师兄师妹的在一起，你说这多好啊！不对，哎，不是不对，这个，哼，你这是鸟枪换炮了啊！还有单间，没办法呀，我这岗位太重要了啊，重不重要的，反正是风吹不着，日晒不着的。要不咱俩换换啊？哎，有没有什么新情况啊？啊，通过李月的交代，上周整个一周他都在青城市出差，
他公司也提供了相关证明。这个李月呢，也把他的往返车票和入住酒店的水单之类的信息也全都交给了我们，还有出差期间他接触过的经销商的名单等等，我们都核对了。我们还通过兄弟单位向当地的派出所要了酒店的监控视频，和李月交代的情况进行了详细比对。结果呢？这个李月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你确定啊？要不您再亲自查查？那这孙子见了我撒腿就跑，他跑啥呢？你问我呀？笑儿，哎，先赶紧把人放了吧。是。这不是孔雪的车吗？是啊。上车吧。再问一遍，上不上？你们说，要说他俩没互相勾结，你们谁信呢？证据呢？也有可能是故意想做给咱们看的。走吧。哎啊，那孔雪那边什么情况啊？目前看没啥问题，每天就是跟闺蜜逛逛、吃吃，住也住在一起，应该是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不是，咱现在怎么办呀？你问我怎么办？我应该问你怎么办呀？不是我，难道咱们选择突破方向有问题？方向没有问题，我是觉得你的思路啊，把我们大家伙人都带沟里了。啥呀？我的思路？我啥思路啊？我能把你们带沟里，我正经老荣幸了我。哎呀，你这不以为耻还反以为荣是吧？不是，您就唠干的吧，您别卖关子了，是吧？你先开始说呢，这两个去世的女性呢，先不管，先查其他人。我觉得现在哈，这两个去世的女性，才应该重点挖一挖才对。明白了，明白了。我又给自己刨坑了。行了，我对不住各位啊，这事交给我了，谁也别跟我抢啊。那俩还是交给我。那就各忙各的啊。好，散。哎。我是真不应该上你这车，那警察现在本来就怀疑我，这下肯定认为咱俩勾结了。你不愿意跟我勾结啊？两码事儿。我这现在已经挺倒霉的了，你说这刚找一工作，这一下又消失2天，他们肯定得给我开除了。你杀没杀他？我当然没有了。那就好。你还愿意跟我在一起吗？不对，挖到宝了。哎，给你俩买的啊。哎，好嘞。来，小海，哎，这还热呢。哪次吃过凉的呀你？小海，你先上，看车去。行，好的啊。这女的叫王轩，原来是区域文化宫的工作人员，死的时候32岁。另一个呢叫张文山，原来在市内的一家大型国企当工会干事。
死的时候36岁。这还长得漂亮，也都热爱艺术。可悲的是啊，他们先后认识林梅峰，林梅峰应该是同时对这俩人下的手。当时王轩还是单身，可这张文山呀已婚，有个6岁女儿。这张文山呀太厉害了，为了这个林梅峰离了婚了，还带着孩子去找他。刚好碰到这林梅峰和王轩在一块儿，这两人一见面情就很激动啊，甚至还动了手。两个人就逼林梅峰做出选择。可林梅峰这时候开始耍混蛋了，两边都不认账了。张文山一气之下带着孩子走了，结果后来就出了车祸。这就是那个车祸现场照片。这件事啊，当时影响好像还挺大的，很多家长知道以后呢，就告训话宫，说要求开除王轩。王轩呢一时想不开就自杀了。这是王轩的尸检报告。对不对？说实话，这林梅峰啊，我恨都牙根痒痒，更别提这俩人家属。那家属现在什么情况？王轩是单亲家庭。王轩死后呢，他妈和他妹就离开了本市，好像是去了深圳啊。我正委托那边兄弟帮忙落实下下落。这张文山的前夫倒一直在本市，但这个人好像摧残的不像样。这里边有照片。张文山前夫叫王本义，你看，这是5年前，他当时40岁，多惊人，在辅仁医院当会计。可是张文山和女儿出车祸死了之后呢，这人彻底就垮了，整天酗酒，很快就被医院给开除了，主要是靠这个在辅仁医院做护工和平时收废品为生。你记得吗？红雪说林梅峰第一次被这蜜蜂蛰的时候，可就是去的辅仁医院处理的。对啊，那这么说咱得后悔这王北义啊。拿着走。您是卢少华不对，你好，你好，你好，行，来，我们到里面聊，来，坐左边。王本义主要在院里做什么？院里面帮他办了一个护工证，平时呢让他做点护理的工作，院里的生活垃圾也让他帮忙处理处理，生活保障这一块没什么问题的。那他日常状态或者说情绪这方面怎么样？那倒没发现什么异常，没感觉有什么问题的，也就是人蔫了点，不愿意跟周围同志们打交道，没办法，他现在跟以前没法比了，他这个人呢，就是心事太重了。当然，换了是咱们，发生这样的事情，没准还不如人家呢。哎呀，这个王本义可惜了呀，挺好的一个人。这以前啊，我们都是好同事呢。平时还时不时在一起聚一聚，现在人垮了不说，这儿都出问题了。这本来就色盲啊，又这样，你说现在我们就只能把他当半个人用了。他也是色盲？那是啊，很严重的色盲了。当然，这是人家的隐私，我呢也就跟你们两个说一说。还有谁是色盲？没有。王本义色盲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医院的医用垃圾有严格的处理制度，必须专门放到专门颜色的垃圾桶内。他总是放错啊！医护人员和医用垃圾处理公司隔三差五地投诉他，可他毕竟是院里的老人呐，又出了当年这样的事儿，那院里面不能放着不管吧？这真要是院里面不管他，把他推向社会，那他可就真完了。不对，你们看，那就是王本义。我们院里为了帮他，这些垃圾桶分别用汉字标注了颜色。这个啊，对，你看。行，我知道了啊，我马上回去。好，王处长，这样，那我们就先走了，回头呢有事呢再跟你联系啊。今天谢谢你啊，好，希望有帮助。好，感谢，好，再见啊。好，撤。布拉来问问，
哎，你注意到他分易拉罐的动作了吗？他拿易拉罐，得先看清上面的字儿，才能分得清哪个是红色的可乐罐，哪个是绿色的雪碧罐。所以他也是红绿色盲，跟林梅峰一样，他也分不清红布和绿布。哎，你看他这是干什么？这脑子确实受了不少刺激啊。这样，把案发这几天他的所有行动轨迹先弄明白再说。啊，是，文哲，是。对了，行，把这些资料给大家伙看一遍。哎，好的，对。哎，来，金天，哎，怎么回事啊？泰国方面帮我查了，他们说师兄跟问人，就是撞死师兄的那个司机，他们两个联系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夜里的，而且有好多次都是在夜里的11点之后，尤其是师兄出事的前一天晚上，师兄给问人发的消息有好几条都是在11点以后。师兄给问人发的吉拉宇被杀的那个视频，更是在凌晨的3点43分，也就是师兄出事当天的凌晨3点43分。为什么会强调夜里11点以后呢？师兄夜里11点会服用右左匹克隆，然后睡觉。这个药呢有一些催眠的作用，所以一般服用之后很少会醒。那会不会有不服药的时候啊？当然也有这个可能，不过至少我在泰国这几天，师兄都是有服用的。而且师兄在我们周围朋友中是出了名的准时先生，如果要服药，一定会准时在11点服用。那你的意思是说，有人在冒充你师兄，跟问人联系？对。那也就是说，这个人可能知道问人和吉拉宇之间的恩怨，然后以你师兄的名义和问人在暗网上联系，谈好交换杀人之后，趁着你师兄和你熟睡的时候杀死吉拉宇，再把杀死吉拉宇的视频发给问人，让他第2天开车撞死你师兄。那可是，那除了做到这些之外，他同时还得知道你师兄第2天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出现，那会是谁啊？我再想一想。是不是我自己瞎琢磨，或者是思路不对？哎，知道你们第2天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吃饭的还有谁？我、金陵、师兄，还有唐教授和李国姐。还有其他人吗？我不知道了。如果你师兄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出现的话，那么问人怎么能在人群当中认出你师兄呢？问人有交代，对方让他撞的是一个身穿黑西装、手持白菊花的年轻人。那如果对方不是你师兄，那他怎么知道并且告诉问人你师兄有这些特征呢？知道你们第2天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吃饭的还有谁？如果你师兄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出现的话，那么问人怎么能在人群当中认出你师兄呢？那如果对方不是你师兄，那他怎么知道并且告诉问人你师兄有这些特征呢？如果非要在这个范围让我选一个的话，我会选唐教授。也许还有他的父母。师兄没和你一起来啊？没有，他没和我一起来。李姑姐说先让他去买一些白菊花。这孩子真够倒霉的，身边净是些糟心的事儿。你要说他没点倒霉体质，你说跟他亲近的人，这一个个的都……哎，咱们不是好好的吗？咱能一样吗？咱命硬啊！又来了，咱们是人民警察。嗨，天才嘛，多受点磨难，你只能这么解释了。你这样，这2天呢，让他住在咱们宿舍里边，晚上哥几个就轮流陪他呗。那必须的。
他倒是想多陪陪刘小雨的父母，但就是那个氛围，他现在这情况，还是住过来的好。反正你安排一下吧。行。哎，那他师兄那案子怎么办呢？咱们要是出手呢，得有人在国内报案，这景天啊，那还得需要点时间。并且这案子发生在国外，你怎么着都得正式的向局里边请示一下，他看怎么办呢？不对。宇卫，你帮我照看里边兄弟啊。这是医院给我们提供的监控视频。我们在排查林梅峰行动轨迹的时候，偶然间发现了这个。您看时间，上个月20号，也就是林梅峰被蛰伤之后去医院的那一天。您看看我们发现了什么？王本义。再放一遍。没错，就是他。哎，根据你们俩的了解，林梅峰跟王本义以前认识吗？认识，据说王本义还找过林梅峰，让他放过张文山。你这哥们够实在的，这哪是放过放不过的事儿啊？奇怪了啊！你们看俩人在楼道里边这擦肩而过，一点认识的意思都没有啊！是啊。你说要是林梅峰认不出王本义，这有可能，毕竟这王八蛋伤害这么多人。但是王本义认不出林梅峰，这就太奇怪了。毕竟是他害死了他妻子和女儿，2条人命。照理说，他化成灰都得认识他。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这个王本义肯定有问题。可问题是，王本义是色盲啊。是啊，但色盲分很多种。你比如说有红绿色盲、黄蓝色盲，还有全色盲。那个林梅峰就是红绿色盲，这个就比较常见。等一下啊，医院的医用垃圾桶是黄色的，保卫处的人说王本义经常弄错，难道王本义分辨不出黄色？那王本义就是黄蓝色盲，这个色盲就比较少见了。不，王本义应该是全色盲。我亲眼看见他分不出红色易拉罐跟绿色易拉罐。没错，咱亲眼所见呀。哎，等等，可是全色盲基本上就没办法正常生活和工作了。全色盲俗称是昼盲，那就更少见了。那你的意思就是说，除了全色盲，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既是黄蓝色盲又是红绿色盲？可以这么说。不是，那难道我看走眼了？小肖，咱俩是不是亲眼看见的啊？对呀，咱亲眼所见呀。那或者，可是按照医院保卫处那边的说法，那王本义就是一个黄蓝色盲，可是您又看见他是个红绿色盲，那要不就是您真的看错了，那要么他就是在撒谎，装的。哎呀，咱别跟这儿费劲了，咱把他抓过来，然后找个那个专家给他检测一下，咔全知道了。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哎，真就这么简单？对啊。不是，您别这样，您这样我有点不适应。你赶紧的吧。哎，再放一遍我看看。这位是刘医生，也姓刘啊。你好，你好，你好。开始吧。好。麻烦你配合一下。开始吧。好，帮我拿一下。来看一下这一张，找出其中的图案。天鹅。
这张，阿拉伯数字8。这张呢？三角形和圆形。红绿色吗？这个呢？飞机。小仙儿，这个268。我说的是颜色。哈哈哈！总算有个明白人。用图案倒推颜色是测不出来的。色盲测试卡从第1套到第6套，我早就倒背如流了。算了，我一五一十的告诉你们吧。5年了，我也累了，烦了。你们的怀疑是对的，我不是红绿色盲，我是蓝黄色盲，就是会把黄色看成是一种红色，把蓝色看成是一种绿色，所以我眼中的世界基本上就是红色和绿色。而珊珊是红绿色盲，会把所有的红色都看成绿色，她眼中的世界基本上就是绿色和灰色。也许是这个原因吧，珊珊这些年从来没有真正的开心过，甚至有些悲观。直到有一天，她遇到了一位艺术家，也是红绿色盲，但是这位艺术家依然可以创作出优秀的艺术作品。很快，珊珊跟我提出了离婚，还要把孩子带走。她说这个艺术家不介意她有孩子，愿意跟她生活在一起。更重要的是，他们眼中的世界是一样的。虽然我很难过，但是我能理解，爱情也许无关年龄、人种、地位，但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爱情也许关乎颜色吧，对吗？
和珊珊眼里的世界是不一样的颜色，所以我无法给她带来她需要的同感和共情。于是我放手了，只要她快乐、开心、幸福，我做什么都可以。直到有一天，我通过珊珊的同事知道，那个林梅峰根本就是在玩弄她，他同时还有别的女人。珊珊因为他还被别的女人侮辱过。我去找林梅峰质问，我告诉他珊珊很爱他，我请求他善待珊珊，两个人好好的生活，我可以把我女儿带走。我打你！可是我看明白了，在林梅峰眼里，我最真爱的妻子珊珊，只是他的玩物之一，而我更是个笑话。来一次就一次。我告诉珊珊，我不在乎过去，我们还可以好好的一起生活。可是她拒绝了，她说她对不起我，没脸再见面了。到爸爸这儿来。他要离开这个地方。阿宝，你要去哪儿啊？珊珊，阿宝，哎，珊珊，你带孩子去哪儿啊？珊珊，珊珊，阿宝，阿宝，爸爸在这儿呢。阿宝，阿宝，爸爸在这儿呢。阿宝，阿宝，爸爸在这儿呢。珊珊，珊珊，我非要走，我不拦着你。我跟阿宝说句话行不行？但是把孩子把我留下来好吗？求求你！有车红灯，红灯！珊珊，红灯！